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真正聪明的女人从不说这5句话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看过这样一段话，高情商的女人，外表柔弱，内心却不脆弱，意志坚强，言行却不逞强。在人际交往和为人处事方面，高情商的女人总能巧妙化解尴尬和危机，她以优雅的方式摆脱困境，在相处中洞察真相。真正聪明的女人，不是始终出类拔萃无人能及，而是拥有一颗坚韧的内心，在纷繁复杂的生活里活得自在而清醒。她不会因世态人情而变得世俗和功利，而是坚守内心的一份纯净与美好，深知人与人相处的分寸与得失，既不会为难他人，也不会为难自己。真正聪明的女人从不说这5句话，越不说越厉害。1. 不说贬低别人的话。美国哲学家约翰·杜威说，人类本质里最深远的驱策力，就是希望具有重要性，希望被赞美。真正聪明的女人深知这一点，她在与任何人交往时，都不会随意发表贬低对方的言论。相反，她擅长发掘他人的优点，并毫不吝啬地给予赞美。不轻易去说贬低别人的话，不仅是一种善意，更是一种智慧。无论身处何种场合，那些企图通过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的人，往往没有真正的才能与实力。他的自卑感促使他采取这种方式，希望能得到他人的高看，然而结果往往适得其反。尤其夫妻之间，最伤人的就是看不起对方，说一些贬低对方的狠话。前2年，由于疫情的冲击，阿梅的丈夫不幸失去了工作。人到中年，想要再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确实不易。阿梅刚迎来家中的第2个宝贝，作为全职妈妈的她也无法外出工作，丈夫的失业让家庭的经济状况瞬间变得紧张起来。看着丈夫1-2个月都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，阿梅内心焦虑不已。在一次用餐时，2人因为找工作的事情产生了争执，情绪失控之下，阿梅冲动地说出了“你真是没用，早知道你这么没本事，我当初就不该生2胎，真是后悔嫁给你”。话一出口，阿梅的丈夫脸色立刻变得通红，他愤怒地回应：“你后悔了？那你现在就可以去找别人啊。”阿梅其实并没有这样的想法，她只是因为丈夫失业，生活压力增大而心生焦虑，才说出了那样的话。后来，阿梅的丈夫终于找到了新的工作，但2人的感情却似乎没有以前那么亲密了。也许是那些冲动的话语，让他们的关系产生了裂痕。陈达蒙在《好老公是夸出来的》一书中写道，聪明的妻子应该能够敏感地察觉到男人身处的环境，了解他的困境和难处，替他分担，为他解忧，而不是只会给男人压力、臭脸和唠叨。情商高的女人，当男人遇到困境时，不会瞧不起他、看低他，而是会给予帮助和鼓励，相信他一定可以。不止婚姻里，生活中，贬低人的行为只会暴露自己的不足，不仅无法赢得他人的尊重，反而会让人更加轻视。此外，经常贬低他人的女人，往往难以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安全感。几句轻率的言辞就足以让人产生距离感，更不用说深入交往了。不说贬低人的话是对人性的理解，也是通过赞美他人拉近彼此距离的有效方式。要知道，世界之大，人才济济。盲目贬低他人，抬高自己，只会让我们忽视自身的不足，在狂妄自大中迷失方向，甚至陷入他人的陷阱。2. 不说炫耀自己的话。卡耐基写过一句话，当你锋芒毕露，周围人就站在了阴影之中。当你取得成绩时，若急于向他人炫耀，虽能短暂地享受灯光的照耀，
却往往引来他人的反感。真正聪明的女人不会以过去的成就或某一方面的卓越为资本，刻意在他人面前炫耀卖弄，试图博取羡慕。相反，她会保持谦逊，避免过多谈论自己的成就。因为言多必失，当一个人过于自我陶醉于优越感时，往往话多易失言，更容易暴露自己的不足，成为嫉妒者攻击的目标。电影《盲刺》的女主角李芳，自从嫁给富商后，她的生活步入了另一个阶层。她经常在社交平台里炫耀自己那令人羡慕的生活，想要告诉全世界，她过得有多么幸福和优越。李芳的社交圈总是热闹非凡，充满了各种炫耀的元素。她不仅晒出自己可爱的女儿，还晒出宽敞明亮的豪宅以及满屋子的奢侈品。每当她发布新的动态，总能引起一片惊叹和羡慕。朋友们纷纷留言，有人说，你现在的社交平台真够繁忙的，我的手机界面都被你刷爆屏了。然而李芳却对此洋洋得意，不以为然。她觉得自己有权利展示自己的生活，也享受这种被人羡慕的感觉。然而她并没有意识到，这种炫耀的生活方式正在悄然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她的幸福生活开始被一些人觊觎，甚至有人开始暗中盯上了她。有一天，她的女儿突然被绑架了，绑匪索要100万。警方介入调查，才发现原来绑匪竟然是她的社交平台好友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并非所有人都希望你过得比他们好。很多人会因为嫉妒而暗中使坏。地低成海，人低成王。保持谦逊的人生态度，更能赢得他人的信赖与尊重，也更有利于自身的长远发展和进步。作家冯骥才说，低调不是被边缘化，更不是无能，相反，越是无知越是张扬。只有自信才能做到低调与安于低调，内敛而不张扬，典雅而不炫耀。这体现了一个女人高情商的魅力，也是她愈发从容生活的一种状态。3. 不说自己不清楚的话。论语中写道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知道就是知道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这才是聪明的表现。情商高的女人更是如此，她总是很诚实，很可靠。她直抒胸臆，坦诚相告，从不发表模棱两可的言论。对于那些未曾深入探究或了解透彻的事物，她会保持缄默，避免随意发表猜测，以免成为谣言的源头，使自己陷入困境。同事阿问有个习惯，那就是常常喜欢将听来的小道消息挂在嘴边，无论是在何种场合，无论是与熟悉还是陌生的人交谈，一旦话题变得冷清，他总会站出来，开始谈论这个人的长短，评论那个人的优劣。更过分的是，他常常将他人的隐私当作自己的谈资，不顾及这些隐私是否真实。起初，大家都觉得阿问是个热情洋溢、活泼开朗的人，和他在一起永远不会觉得无聊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有人开始发现自己刚刚和他分享的心事，很快就会在办公室里被众人所知。于是，大家开始有意无意地回避他，尽量避免与他深入交流。最尴尬的一次经历是，有一个姑娘因为性格原因和男友分手，这本是一件私人的事情，然而阿问却在背后散布谣言，说这位姑娘是因为傍了大款才分手的。姑娘察觉到大家的指指点点，终于在一次聚会中当众对阿问进行了斥责，让他颜面尽失。没有充分的调查和研究，就没有资格发言。聪明的女人深知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的道理，她明白胡乱猜测不仅无法帮助他人，反而会让自己在别人眼中显得不靠谱，甚至可能破坏彼此的关系。因此，她选择不发表自己不明确的观点，这也是对自我最好的保护。很多时候，未经深思熟虑的言辞，
容易暴露自己的无知和浅薄，甚至可能因失言而引发不必要的麻烦。他言简意赅，并非寡言少语，而是更加珍视语言的重量，选择不说自己不清楚的话，让自己成为一个靠谱的人。4. 不说斤斤计较的话。有句话说，处事让一步为高，待人宽一分是福。真正聪明的女人，从来不会刻意去发表那些过于计较的话，因为这既显得自己心胸狭窄，又是一种无谓的自我消耗，只会让生活的质量日渐下降。尽管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令人不悦的人与事，但倘若我们总是第一时间选择斤斤计较，过分纠结于得失，我们便会错失许多人生的机遇，并失去真正的幸福。小赵，一位银行柜员，日常中常常在小事上显得过于计较。然而有一天，他家中的卫生间天花板突然漏水，这让他感到十分愤怒。他立即冲到楼上的邻居家，发现是新搬来的邻居装修时疏忽了防水层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小赵情绪失控，言语中充满了责备。尽管新邻居向他诚恳道歉，并承诺会立即修复并赔偿损失，但小赵却坚持认为这是个大问题。因为客房的天花板也受到了影响，水滴滴落在床上，弄湿了床单。尽管新邻居承诺会修复天花板并赔偿损失，但小赵依然不依不饶，认为时间上的损失无法弥补。这种持续的争执让他在工作中无法集中精力，最终导致他办理业务时出现了重大失误，一笔8万元的款项不翼而飞。因此，小赵不仅受到了分行的处分，还不得不自己承担这笔损失。一禅小和尚中说，人不能因为一件喜事高兴一整年，却可以因为计较一件小事始终郁郁寡欢。很多时候，表面是失去，实则是另一种形式的获得。当我们少一点抱怨，多一份宽容与理解，我们的内心就会逐渐变得强大，也更能体会到人生的幸福滋味。若我们始终陷入患得患失的困境，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耿耿于怀，那么我们只会在负面情绪中越陷越深，最终变成一个悲观失望的人，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不满和抱怨。当一个女人学会放下计较之心时，她不仅解脱了繁杂纷扰的世界，更解放了自己。她能够真正与微笑相伴，不再轻易被他人的言行所影响，而是用心过好每一天，踏实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。5. 不说别人的闲话。格言联璧中有言，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。人在心绪宁静时，应更多地反思自身的不足，而非在闲聊时轻易评价他人的长短。须知，世间没有绝对保密的角落，过多的闲言碎语迟早会传入他人的耳中，这样做既容易得罪人，也会让自己失去许多宝贵的东西。电视剧《北京女子图鉴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，陈可准备在实习生中挑选一位作为自己助理。在这些实习生中，有一位女孩各方面条件都相当出色，陈可对她也颇有好感。然而，这位女孩存在一个显著的不足，那就是她常常在背后对他人评头论足。某次，她与其他实习生在卫生间闲聊时，不经意间谈及了陈可的某些事情，而这一幕恰好被陈可无意间听到。正因为这次不经意的闲话，那位原本颇受看好的女孩失去了转正的机会，因为一句无心的闲话而断送了自己的职业前景，这无疑是得不偿失的。曾国藩曾说，常说是非事，必是是非人。经常在背后传播他人闲话的人，实为制造纷扰的是非之源。你或许不曾察觉，一句轻率的闲话竟能给他人带来如此深重的伤害。中国第一代女星阮玲玉正值花季，年仅25岁，前途璀璨。然而
却因一家小报对她私生活的无端揣测和夸大其词，引发了舆论的狂潮。一时间，人们纷纷在茶余饭后议论纷纷，对阮玲玉指手画脚。她试图登报澄清，但声音终究被汹涌的舆论所淹没。最终，阮玲玉在无尽的痛苦中选择了服药自尽，以结束这场无休止的纷扰。闲话虽轻，但一旦落入人心，便成为沉重的枷锁，束缚着受害者的灵魂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经历，我们不应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他人的生活评头论足。真正有修养的人懂得尊重他人，守住口德，为自己积累善缘。当你心怀善意，不再传播闲话时，好运自然会悄然降临。听过一句话，情商代表了一个人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以及认知他人情绪的能力。情商不是与生俱来的，是在不断的经验中得来的。真正聪明的女人能够坚守自我立场，她从不轻易贬低他人，也不炫耀自己的成就。她深知言语的力量在于真实与谦逊，因此她避免说出不确定的话，也不纠缠于琐碎的计较，更不会传播他人的闲言碎语。这种自我约束与提升，不仅是个人修养的体现，更是他走向更加优秀生活的起点。常言道，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。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纷扰，真正聪明的女人懂得，与其让心事重重压垮自己，不如学会释怀，对某些事情选择不过问、不过滤。毕竟人生之路如同单行道，无法回头。女人若想活出精彩，除了不乱说话，更要学会以淡泊之心看待世间百态。聪明的女人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，刨根问题会让身边的人有负担，也会给自己带来枷锁。聪明的女人一辈子有3不问，越不问过得越幸福。1. 不问过去的情感。最近网络上有句话很火，前任一哭，现任必输，这让众多女人感到内心不安，总是不由自主地陷入猜测和忧虑中，担心男友心中是否还留有白月光的前任影子。因此她会过度追问男友的过去，甚至在社交平台上搜寻关于他过往的点滴线索。然而这样的做法既显得不够明智，又容易让自己陷入纠结之中，更可能破坏两人之间的感情。网友爱喝纯牛奶分享了一段令人纠结的经历。她曾偶然在丈夫的购物记录中发现，她曾为另一位女人购买过金饰和当时最新款的手机。然而回想起两人恋爱时，丈夫却从未为她买过如此贵重的礼物，这让她感到深深的不平衡和失落。出于好奇和心中的疑虑，她多次追问丈夫与前任的交往细节。然而这种追问似乎并没有带给她期望的释然。每当丈夫回避回答，她心中便充满了困惑和难受，而当丈夫坦诚相告时，她却又并未因此感到开心。这件事仿佛一根刺，深深扎在她的心中，既无法轻易拔出，又难以咽下。莎士比亚说过，过去的经历可能会让我们更加坚强和有智慧，但它们不应该成为我们未来的枷锁。男人的过往情感已经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页，即便曾经璀璨夺目，如今也已如同夜空中消逝的烟花，无迹可寻。正是那些曾经的经历，锤炼出了如今陪伴在你身旁的更加卓越的他。我们不应让过往的阴影遮挡住眼前的阳光。真正聪明的女人不会让过去的情感成为心灵的桎梏，她懂得珍惜当下，憧憬未来。对于男人的过去，选择保持一份淡然与宽容，不予深究。2. 不问别人的看法。奥普拉·温弗瑞说，一个聪明的女人不会因为别人的眼光而放弃自己的幸福。然而我们时常会因为受到他人的评价或观点影响，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态度，以至于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，最终失去了自己的主张和立场。
朋友亚亚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孩，然而她总是很在意他人的看法意见，因此不敢充分展示自己的实力，因此她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机会，也让自己陷入了无尽的困惑之中。在生活中，她经常被他人的建议所左右，导致她无法明确自己的方向，生活变得一团糟。相比之下，另一位朋友青青则显得非常自信，她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和方式，不为外界所动。虽然偶尔会遇到一些挑战和困难，但她总能坚守自己的信念，最终过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。川端康成说，一个人，女人也罢，对自己所说的话，最好要坚持到底，不要改变。那些能够坚守自我，不受他人意见影响的女人，往往更容易成功，并获得深层的幸福。聪明的女人，她内心自有主张，清楚自己向往的生活途径，绝不会让他人的意见成为自己前行道路上的阻碍。3. 不问未来的结果。增广贤文里有句话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我们只需专注于眼前的事物，对于未来的结果，无需过分计较与牵挂。很多时候，当我们因忧虑未来而犹豫不决时，机会却常常在不经意间悄然溜走。邻居姐姐毕业后，凭借着她出类拔萃的学业成绩和扎实的专业技能，成功获得了一份在众人眼中极为理想、稳定的铁饭碗工作。她的这份职业不仅收入稳定，且福利待遇优厚，让人羡慕不已。她的父母因她的出色表现而倍感骄傲，小伙伴们也都将她视为楷模，纷纷表示要以她为榜样。然而，邻居姐姐却并未满足于这份安逸的生活。她深知人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上，更应该追求精神上的成长和突破。在事业上升期，她勇敢地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的决定，辞职，选择自己创业。创业之路充满了未知和艰辛，需要她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汗水。然而，她并没有因此而退缩，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。她凭借着自己的毅力和坚持，不断摸索尝试，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创业方向。在她的努力下，事业逐渐步入了正轨，她的公司规模不断扩大，业务范围也越来越广。她不仅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想，还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。我们无需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迷茫不安，只要内心怀有坚定的想法，就应勇敢地去追求我们想要实现的梦想和目标。聪明的女人从不探究伴侣的过往情感纠葛，亦不会让他人的意见左右自己的人生轨迹，更不会因担忧未来而犹豫不决、畏首畏尾。愿你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，走出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